决定开始以 Voron 2.4 为基础架构进行新机台组装后，透过原来的机台列印新机台的 ABS 零件。嗨，欢迎来到 Slow， 我是 David。Voron 的官方网站可以使用配置器先配置看所需要的零件，选择新机台组装、隐藏式连接、选择列印面积等细节后，点选显示可以看到相关所需使用的材料清单。这边将材料记下来，然后点选下面的来源导引，可以看到更完整的材料清单。清单内会显示所需使用的各种零件尺寸，不过因为地区的关系，可能需要自行寻找通路购买零件。虽然现在也有卖 Voron 整套式的组合包零件，不过如果对于零件品质有要求，或是想要对原来的设计有所变更，还是建议保留弹性选购适合的零件。部分零件要注意会因为所选择的机台大小而有所变化。铝脊型在购买时要注意不要买到 POM 轮用的 V 槽铝脊，以免未来线轨在安装时容易歪斜。铝脊两端因为需要供 M5 牙孔，所以在挑选时也要注意孔径大小。选购热床铝板时，则请注意选择 Voron 所推荐使用的材料。铸造铝合金会比锻造铝合金效果要来得更好，以免未来反复加热后容易变形。Voron 机台会有列印零件，如果自己有机台可以列印 ABS， 品质也可以自己把关。如果没有机台可以生产，也可以搜寻 Print It Forward， 来透过 Voron 社群提供服务来列印基本功能的零件。经过调整并筛选符合品质需求的零件后，将所有的零件进行打磨，并确保所有零件的孔位没有多余的残料。详细的零件可以至 Voron 的 GitHub 上下载 Fusion 360的 3D 图档。打开 3D 图后，便可以确认每一零件的名称。手册说明从骨架安装开始，在安装时最需考虑为各铝脊间的垂直。这部分会影响到未来机台的精度，所以在组装上要仔细确认。官方建议在玻璃面上进行安装，以确保底面是平整的状态。同时透过直条尺贴齐侧面，可以较简单对齐铝脊。这边手册没有提到，如果要安装像弹性螺母的话，最好在铝脊整个组起来前，先将螺母塞入铝脊中。前侧下层铝脊上方为 M3、M5、M5、M3 排列，下方为 M5、M5、M3、M3、M5、M5 排列。后侧下层铝脊上方为 M3、M5、M5、M5、M3 排列，下方为 M5、M5、M3、M3、M5、M5 排列。下层左右铝脊下方为 M5 4个。滑轨边对应滑轨安装孔数的一半。上层左右内侧铝脊为 M5 4个。热床安装架上方为 M3 2个，下方为甲板安装孔 M5 2个。铝脊完成安装后，接下来将线轨依照手册的安装方式，间隔将螺丝安装上去。这边会需要列印线轨的对齐工具。Voron 本身因为成本考量，所以使用较便宜的选择，而我选择精度更好的线轨，来确保未来更精准的应用。图中可以看到线轨有分不同的精度等级，我所选择的为 T 级无预压的 Z-Link。预压在 Voron 的线上说明中有说明。Voron 的设计是不需要预压的 MGN9H。安装时使用线轨手册建议的扭力值与扭力扳手进行安装。将线轨扣上中心对齐工具后，先轻锁在铝脊上。
同时注意下方需要预留3毫米，来给未来安装皮带时预留空间。这边使用塞齿叠加至3毫米来确保高度一致。然后利用扭力扳手，以线轨厂商提供的扭力值，依照顺序将线轨固定。本频道目前着重分享 FDM 3D 列印机相关知识与技术交流，有不同看法，欢迎在下方留言。我们下次见。